Hello， 大家好，早上好。现在是早上6点左右，我们今天要出发去九寨沟。因为去九寨沟呢，只有1小节的高速公路，其他的全部走国道，所以花的时间会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出发早一点。走吧，新人和小梅他们已经在等我们了。娜娜起来了吗？起来了。走。天都没亮。真的像画里面一样。那边肯定是以前就是发生过地震的那痕迹哦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我们今天出发去九寨沟，途经汶川，来到了映秀镇。映秀镇呢是2008年特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小镇，这里还保留了很多当时发生地震时的一些痕迹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一个灾后重建。来到映秀镇之后呢，真的感受到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生活。非常荣幸在这里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次讲解服务。那么在我们进入玄口中学遗址参观之前的话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映秀镇的一些基本概况。所以在我们的那个身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是映秀镇主要的一些展览资料，特别是我们看到第一块，这是地震之前的映秀镇，震前的映秀镇山清水秀，非常美丽。但其实如果没有发生汶川地震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在汶川县城有一个小小的映秀镇。也是因为当时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，地震的震源点就在这里，也是牵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人的心，都是在关注着整个映秀。看到了这一部分了。所有建筑全部夷为平地，即便是大家在图上看到有部分高层建筑看上去完好无损，但其实这些高层建筑它的1楼部分地震的时候全部下陷了，而且当天发生地震过后，周围的山体滑坡非常严重，所以大家看到地震过后，我们的山上几乎没有植被，全部是光的。山脚下这条道路是地震之前能够进入映秀镇唯一的一条道路，213国道线。那么今天如果说大家从成都、都江或者说从汶川过来，会走一条都汶高速。都汶高速是在2009年才建好通车的，原来唯一没有作为废墟清理掉的地方。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映秀镇最主要要前往参观的地方，这里是映秀镇的一所学校，叫做玄口中学。这是玄口中学原本的校门口。在地震当时的话，校门口没有倒塌，它有一些裂缝。我们后来是用钢结构把校门口进行了加固，所以这个校门口大家看到的是以前的，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整个学校里边所有倒塌的建筑也是以地震当时原貌保存下来的，没有动过。其实在04年以前，这所玄口中学是不在映秀镇的。以前这所学校它是在玄口镇。在04年的时候，因为都江堰修建子平户水库，学校是从玄口镇迁至映秀镇，和映秀中学合并之后，主持了汶川地震1周年的祭奠仪式，并在此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讲话。而当今天我们走进玄口中学第一时间，那么映入到我们眼睛，大家看到过去。但是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一刻，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，它就像一个烙印一样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无法抹掉的伤痛记忆。大家走上前去，上去，然后受到了地震波的左右扭曲，整栋建筑就像被拧了像麻花一样，完全变形了，然后如同废墟一样垮塌之后堆在这里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，高中公寓楼1楼到5楼的废墟。如果说我们不讲的话，很多人根本看不出来它以前是5层楼的。其实最先塌的、最容易塌的肯定是1楼、2楼、3楼，楼层越低越容易倒。
那么相反，高的楼层在发生地震的时候，要安全一些，要好一点。某边的形式来修建的，它的楼与楼之间是连在一起的。左边这几棵树的背后面有一栋楼。楼层也是5层楼。那么现在地震过后，我们看到这栋建筑它所剩下来的部分，首先这个侧面大家看的是每一层楼的阳台，没有教室了。那么这个楼的话，它没有下线，它不是下线了。我们现在看到最下方那个是2楼的阳台，上面压着的是3楼的阳台，这是4楼，然后最上面这层楼是第5层楼。我们看到地震过后，这个学校里面每一栋楼它的倒的方式都不一样的。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地震发生的时候，这个第5层楼它就比其余底下的楼层要好一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要讲，发生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在高的楼层不能从楼上往楼底下跑。就是我们高遇难的人数是87150人。可能大家地震过后，大家或许听到过对关于这个老师的英雄事迹的报道。本来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教学楼晃动非常厉害，而且那个时候教室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像那些板凳、那些桌子，都已经整个桌椅板凳都已经摇晃起来，而且孩子们在教室里面根本就站不稳，也很害怕。但是老师他是最先反应过来，发生地震了。他当时也是大声的对孩子们吼道：“不好了，地震了！”本来是要提醒他们快点跑，但那个时候来不及了，因为教室的门已经关住了。那么老师他当时是一下子从那个讲台冲向了门口，他是用自己的背把那个教室的门给顶开了，并且用自己的身体和双手把快要垮塌的教室的门框给顶了起来。那么地震当时他的班上41个孩子全部从他的胸前跑了出去，那些孩子们最后都活下来了，只是后来老师正要跑的时候，他的头顶上有一根水泥灌注的横梁倒塌下来，重重的压在了他的胸口上。那么老师的话，地震的时候遇难了。还有就是班上还有最后1名学生也是没有来得及跑出去，倒在了他的身旁。所以大家看到，在这栋综合学大楼地震当时的话，一共是造成了2个人遇难，1位老师和1名学生。非常年轻的1位老师，只有30多岁，1位男老师。地震当天，他的妻子和他一样，也是在我们这个学校里教书。妻子活下来了，但是他年仅6岁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，当天是在英秀小学上学前班，后来他的孩子在小学不幸遇难，一家3口只有妻子活了下来。方杰老师也是被我们国家评为了抗震救灾的英雄。特别是像我们对于经历过地震的人来讲，那次地震虽然说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，也失去了我们的家园，但是它也让我们明白了一点，就是生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地震过后，那个时候我们唯一觉得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还活着，什么都不重要。你有再多的钱，你的官做的再大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地震过后，对于我们来讲，它的改变是非常大的。不管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和度它的改变都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从那个咸口中学的特大地震遗址出来了，逛了一圈之后，感觉心情特别沉重，但是也同时感受到了生命是有多么值得我们去敬畏的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好好生活。